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e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的是防晒素颜霜的评测。现在我们大部分时间也是要戴着口罩嘛，那今天这一集就是要跟大家实测一下，到底市面上的防晒素颜霜是不是真的做到不沾口罩呢？等一下我们就跟大家实测一下。今天分享的防晒素颜霜，我都会用口罩至少闷1个小时以上，去模拟一下我们平常戴口罩出去。另外，因为防晒的素颜霜实在太多种了，我特地做了2集。今天这一集呢，就是有一些遮瑕度的，主要的颜色是有一点偏肤色的，遮瑕效果会比较好一点。之后那一集的防晒素颜霜评测会偏向比较自然型的，提亮效果比较多、比较轻薄的。好，那我们赶快开始咯。首先第一个要分享的是 Explorer 的防晒素颜霜。这款防晒素颜霜算是新品，也是近几个月才出的。Explorer 这个品牌以往出的底妆产品都是偏向香精比较浓郁的，但是这一次它推出的是纯素食配方，而且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精油部分，使用起来也是非常温和。它挤出来的颜色是有一点偏蜜桃色的，是有一点偏粉的肤色，质地会比较浓郁一点点，是有一点流动性。那抹开之后呢，其实它的粉感会比较厚一点点，但是均匀涂抹之后啊，其实也是相当的自然的。你会看到整个皮肤的颜色马上就被提亮的，而且整个气色看起来就变得更加的好，好像有一点粉粉嫩嫩的感觉。我觉得它的肤感是很舒适的，不会过于滋润，也不会有拔干的感觉。而且它本身呢就有 SPF 41 PA 4个加的防晒系数，使用之前记得要均匀的摇一下。我觉得它的妆感是很好看的，而且使用它也没有造成我长新的痘痘粉刺，也不会让我出更多的油分。然后呢，用口罩去测试，它也是不沾口罩的。但是戴上口罩超过1个小时以上之后呢，我发现我的毛孔开始有一点点的卡粉的现象。我本身皮肤也是有一些毛细孔的问题，不是那么的平滑，所以这款素颜霜在我稍微皮肤出了一些油脂之后呢，就会卡一点粉，看起来就会有一颗一颗的白点，其实看起来蛮明显的，而且随着时间过得越长，这个卡粉的现象就越明显。这个卡粉现象只有在我的毛细孔出油的部分有这个问题，那其他部分都非常好。就算是连续几个小时戴口罩，那个口罩沾到素颜霜的颜色其实也不多。之后我有实测把这个素颜霜涂得轻薄一点，不要涂那么厚，但是呢，还是有卡毛孔的情况发生，只是卡的颜色会卡得比较少。我觉得这款素颜霜比较适合你本身是没有太多的毛孔问题，就是你本身皮肤比较平滑的朋友们，用这一款素颜霜就非常漂亮，因为它的颜色真的是很自然，也很遮瑕，也有让气色变好的效果。加上它是纯素配方，整个成分上面也是很不错的。它的成分上也是有添加一些保养成分，有添加神经酰胺 MP、透明质酸、桃花提取物，还有维他命 E 跟维他命 C 等等的保养成分。所以整体来说，这一款防晒素颜霜我是推荐的，也很喜欢。但是就有一点挑皮肤了，如果你是油性肌肤、油痘朋友们呢，我就不建议使用它了，因为它比较容易遇到油脂，就会有点卡毛孔的问题哦。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Clear 的纯素防晒妆前乳。Clear 这一款是新出的，它也是纯素食配方，但是它跟素颜霜的效果实在太相似了，我觉得它完全可以取代素颜霜。Clear 这一款 Primer 呢，本身是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的防晒系数的，我非常喜欢它的包装，你看非常的简单，但是又很精致，很像一款艺术品。放到桌子上呢，也是赏心悦目的。这款妆前乳呢是这样子打开，然后用挤的，其实也蛮卫生。那我对它的印象，其实我觉得它跟 Explorer 这款的素颜霜非常的相似。
它挤出来也是粉肤色的，但是它的流动性会比较强一点。我觉得它的质地呢是乳液，但是抹开有一点点丝滑的感觉，因为它的质地是比较轻薄一点的，所以呢，它的遮瑕跟修饰效果呢就没有 Explorer 的素颜霜那么的明显。可是这妆效也是蛮接近、蛮像的，只要它的使用量多一点，其实就跟 Explorer 就差不多了。但是它涂抹开之后有一层滑滑的，好像细鳞的感觉会有一点点闷皮肤，但事实上它不会闷皮肤，而是那个粗感，好像有一层膜的感觉。这款妆前乳的整体表现效果也是不错的，妆效会比 Explorer 更自然一点，不会拔干，也不会过于油腻。一开始实测也是不沾口罩，闷在口罩里过了1个多小时之后呢，也只有一点点沾到口罩，就是边边角角，不是很严重。不过闷在口罩1个多小时之后，我的毛细孔也出了一些油分，它就有一点点非常的微弱的卡粉的问题。我觉得它的整体妆效跟问题都跟 Explorer 的素颜霜差不多，只是 Explorer 呢，可能它的粉质比较厚一点点，所以它的卡毛孔的问题会比较明显。那 Clio 的卡毛孔的点比较没有那么明显，还能够接受的。整体的表现来说，我觉得它跟 Explorer 是很接近的。但是以肤感来说，我比较喜欢 Explorer， 因为它的肤感比较正常一点，比较顺一点。那这一款的肤感是有一点点粉粉的细鳞的感觉，所以涂抹它时间久了，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有点闷皮肤，但是它也没有造成我长痘痘跟粉刺之类。我觉得混油皮到干性肌肤可以用，但是如果你是大油皮、油痘皮，我就不太建议用这一款，因为还是有一点点闷闷的，不是很舒服。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成分，它的成分是素食配方，没有添加香精跟精油，但是有添加酒精部分。但是我感觉没有很刺激，可能是因为它的质地吧，用酒精反而这个肤感会好一点。擦的时候没有什么酒精感的，也没有刺激感。成分上面是添加比较多的植物油脂，我觉得看成分是 Explorer 这一款我比较推荐，当然这一款也是很不错啦，就看你的喜好挑选，因为这一款涂起来会比较顺滑一点。好，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Numbesen 的2号素颜防晒霜。这款素颜防晒霜呢，之前有观众敲碗过了，因为之前我有做它另外3号的素颜防晒霜的评测，可能也很多观众朋友们对这款2号的素颜霜有兴趣，因为它挤出来了，跟一般的素颜霜是不一样的。它的颜色呢是绿色的，然后抹开之后就很神奇，变成肤色了。它那个肤色就带有一点点绿色，所以呢就有一点修饰到我们泛红的部分。同时呢，它也有 SPF 50度加 PA4+的高防晒系数，我是很喜欢它的设计，它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的好遮瑕，遮痕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也很自然。一开始我是蛮期待它的妆效，它的妆效是非常好的，遮瑕效果高，但是它的粉质跟之前3号的素颜霜一样，感觉没有很细腻，所以比较难涂均匀，要花一些时间把它涂开。我会感觉它上脸的肤感没有很顺滑，我觉得它跟3号的素颜霜也有一样的问题，它一样会让我觉得有一点闷皮肤的感觉，但是它涂上脸的舒适度会比3号的素颜霜好一点点，可能是因为它的成分里面添加比较多的舒缓的成分。涂抹完之后，大概等了15到20分钟之后，才用口罩去测试，结果它还是会沾口罩，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是以不沾口罩的标准来说，它已经算是沾口罩的。那之后再用口罩测试2个小时以上，它就是沾口罩的，就很明显颜色都沾到口罩上了。那妆容的完整度也是很明显被撑掉蛮多的，镜头上面是比较难拍到，因为它这个颜色做得非常好，有柔焦的效果，所以拍起来了好像还好。但事实上呢，现实的状况是这个鼻子部分是撑掉最多的，
另外就是脸颊部分都有一点点一块一块的问题了，只是肉眼看呢，它没有到很严重，要很近才会看得到。另外呢，我在尝试不戴口罩测试一整天，这款素颜霜呢就很完整，也很漂亮的，跟3号素颜霜一样，没有掉妆的问题，可以维持一整天。残酷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要戴口罩，要测试不沾口罩嘛，那这一款呢是沾口罩的，所以如果你要戴口罩去使用它的话，我就不建议。另外我觉得2号的素颜霜跟3号的素颜霜一样，都会让我皮肤产生更多的痘痘粉刺，尤其是闷在口罩里面会更加的严重，所以这2款的素颜霜我也是不太建议给油痘皮跟油性肌肤使用，比较推荐给中性到干性肌肤使用。希望我们的疫情赶快结束，就可以不戴口罩了，那这一款素颜霜还是可以用的。那么2号的素颜霜成分呢是没有添加香精、酒精跟精油的，但是它里面添加了1种的 PEG 成分，因为它还添加了5种的积雪草配方，还有一些植物的萃取跟保湿成分，所以它还是有一点舒缓镇定的功能。但是以我这个敏感肌混油皮来说，这款用起来我觉得没有真的很舒服，还是要挑肤质使用。我以为这款新的素颜霜会有新的突破，会有进步，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它跟3号素颜霜除了颜色不一样之外，整体的肤感啊、使用感受都差不多。那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肤况去挑选哦。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Micron 的防晒素颜霜。这款其实是妆前乳，但是它的妆效就跟素颜霜差不多，所以我就把它分成素颜霜这边讲。这款素颜霜是我今天里面最喜欢的一款哦。首先呢，它是有 SPF 50度加再 PA 4个加的防晒系数，然后它挤出来是肤色的，它的颜色呢就是很自然的象牙色，会比较亮一点点，颜色看起来是有一点像粉底液的。挤出来是有点流动性，像乳液的质地，抹开之后的肤感非常好，它会有一种水分涌出来的感觉，就是越擦那个水分感就越明显，到后面呢，它就非常的融合我的皮肤，而且整个妆效是非常的亮的，整个皮肤看起来好像很好，很有光泽感，而且它的粉体非常的细腻，完全是没有粉感的，涂开的时候很像涂保养品一样，很轻易的就可以把它涂均匀了。它的素颜效果，遮毛孔啊、纹理非常的好，是没有妆感的，可是皮肤很明显的就变好，它的保湿度也很高，不容易卡粉。虽然它看起来是很亮很滋润，但是我觉得油皮使用它也不会有负担感耶，只是因为它是有光泽感，所以油性肌肤应该不会喜欢那种这么亮的光泽感。这款素颜霜就特别适合干性肌肤使用了。这款素颜霜看起来好像会沾口罩，结果它一点都不沾口罩耶！我戴着口罩超过6个小时以上回来，口罩里面也没怎么沾到什么颜色耶，只有鼻子啊，还有边边角角卡到一点点粉体而已。基本上你没有仔细去看也看不到颜色啊。今天我测试所有的素颜霜都没有定妆的部分，在没有使用任何的蜜粉定妆的情况下，它居然可以完全不沾口罩而且它的光泽感还在只是时间久了，加上我皮肤会出油，那个出油的情况呢，那个光泽的亮度会更加的明显，可是我觉得还能够接受，不算严重。我觉得妆感呢，6个小时之后它是有变得再薄一点点，就跟粉底一样，它会消失一点点的，但是我觉得可以接受，因为已经6个小时嘛。然后我有测试8个小时之后，它其实跟6个小时也没有差多少，也是一直在脸上，只是变少了而已。无论是戴着口罩还有不戴口罩，它的妆效都是非常的好看的。这么漂亮的光泽感还可以做到不沾口罩，实在太厉害了。而且它的香气非常的好闻，其实它是没有添加香精、酒精跟精油的，只是它成分里面有添加一些植物的萃取，还有鲜花的提取物，所以闻起来有一点点甜甜的花香味。我觉得那个香草味会比较明显，因为它有添加香草的提取物，这个香气是非常的好闻的，大部分人都会喜欢。但是这个香味呢是非常清淡的，而且你推开之后基本上是闻不到香气了。那这款素颜霜无论是成分、
妆效，还有不沾口罩、持久度，整体表现都非常好。所以为什么它是我最喜欢的素颜霜呢？另外这一款素颜霜呢，在妆前使用了，它会让之后的妆感更有光泽感哦，而且上粉底会更加的服帖。这一款真的可以买很推荐。开一下门。过来就过来啊！我刚听到你敲门，我知道你敲门了。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Runlab 的白桦树素颜霜。这款素颜霜的包装是不是很熟悉呢？之前我有分享过它的化学性防晒，那现在它还出了物理性防晒跟这款防晒素颜霜。这款防晒素颜霜呢，也是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的，然后它挤出来的颜色呢是有一点偏粉的肤色，看起来就跟 Explore 的素颜霜有点像，但是它的质地就跟 Make Perm 的质地很像，也是属于非常好推开，粉体比较细致，然后它的妆效我觉得跟 Make Perm 的很相似，除了颜色有一点不一样之外，基本上使用感受也蛮接近的。但是它的光泽感就没有 Make Perm 这么的明显了。但是它的保湿度一样非常好，粉体也是很顺滑的，用起来的遮瑕效果也是偏自然，也很不错的。而且它也是不沾口罩，闷在口罩里面一段时间呢，它也是不太沾口罩的。我觉得它的结果跟 Make Perm 是几乎差不多的。这一款的白桦树素颜霜我也是很推荐，我觉得它的效果整体的使用感受也是非常好。如果你不想要太过光泽感的妆效，那就可以试试看这一款了。它的光泽感会比较没那么明显，但是它的保湿度也是非常好。成分上面呢，它也是属于比较温和的。除了一些防晒成分之外呢，它还添加了白桦树脂、雪松叶提取物、荷叶提取物、胶五发胶提取物、艾草洋甘菊等等的植物提取物，还有维他命 C 跟透明质酸。我觉得成分上面呢，也是属于比较养肤型的。这款素颜霜是完全没有香味的，它没有香精、酒精、精油添加。这款的防晒素颜霜擦起来也是蛮像保养品，用起来非常的舒服，所以这款我也是很推荐的。它是我第2喜欢的。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Media 的防晒素颜霜。这款防晒素颜霜呢，在台湾很容易就买到了，而且价格不到200块台币而已。其实我买了2款，我觉得2个颜色很相近，几乎差不多，结果也是差不多。如果要2选1，我就会建议买这一款比较好，有 SPF 32度 PA 2个加，会比橘色这一款高一点的。其实它们质地也是很相近。那这款防晒素颜霜呢，用起来的粉质也是比较细腻，挤出来的质地也是偏乳液，非常好推开，也是属于很容易就涂均匀的。我觉得它的遮瑕的素颜效果非常的自然，也非常好。它的颜色就是肤色，就像一般的粉底液 BB 霜一样，但是这款用起来就比较自然一点，没有 Make Perm 的光泽感这么的强烈。它用起来也是相当的舒服，也是不沾口罩的。戴着口罩一段时间之后呢，它也是几乎不沾口罩。脱下口罩之后，整个妆容呢也是属于很完整的，整个底妆都是维持的非常好。但是要提醒一下，前面的保养呢，最好不要涂凝胶之类的产品，因为比较容易影响到它的妆感，有可能因为这个凝胶的部分导致闷在口罩之后呢，产生一些小白点的，就是我们说的卡毛孔的问题。可是呢，如果你前面的保养呢是涂一般的面霜，有油分的一些产品呢，基本上呢就融合的非常好，一整天都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今天分享到的素颜霜大部分都是会因为凝胶的保养品而产生一些妆效没有那么服帖的问题，这一点大家就要注意了。那这款防晒素颜霜是没有香味的，其实它整个系列的适地乳都是没有香味的，成分也是非常类似，它们都是没有添加香精、酒精跟精油部分，成分也是比较简单一点的。保湿成分是有添加水溶性的胶原蛋白，还有 DPG 的保湿成分，算是比较简单。成分上面是我今天介绍的素颜霜里面最简单的，它是有
有点保湿度，但是这个保湿度不是非常好那种。如果你皮肤比较干的时候用它，还是会有点卡卡的，所以前面的保湿还是要做好。我觉得橘色这个适底乳跟这款素颜霜呢，差别就是颜色。这款橘色的适底乳的颜色会再更橘一点点，这款就比较偏向一般的肤色，会比较浅一点点，但是几乎是一样，所以呢涂在脸上不会察觉到的。另外呢，我也把 Media 的绿色适底乳买回来了。这款适底乳的防晒系数是 SPF 19度 PA 2个加，我是特地买来实测，想要把它混在一起，看能不能做成像 Numbers 2号的颜色。结果呢，就是非常 OK， 我觉得真的可以耶，而且它的颜色会更加的亮一点点。Numbers 2号这个会有点带黄带绿的，看起来气色稍微会没有那么好，但是呢，用 Media 的绿色混这个素颜霜的颜色呢，我觉得它的绿就会比较亮白一点，没有那么的苍白，而且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把绿色降低或是提高。我觉得这个方式去使用了，完全就可以取代 Numbers 的2号素颜霜了。这个就给你们一个小参考啊，因为 Media 的产品在各大的药妆店都很容易买到，而且价格都不到200块台币。他们一管呢只有30毫升，相比其他的素颜霜容量都还要小，我觉得这个就比较人性化，比较不会用不完，而且它小小扁扁的，戴在身上也是非常方便的。缺点的部分就是它的防晒系数不够高，如果你想要防晒系数高一点，可以擦一些没有颜色的防晒先打底，薄薄的就好了，因为之后再叠擦它也是有防晒系数了，就可以增加这个防晒的效果，那就已经解决防晒的问题。或者是你平常只是通勤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再擦一层防晒，用这两个混在一起就已经足够了。它们两个混在一起的妆感基本上呢就跟这个一模一样，就是不粘口罩，非常的持久。如果严格来说，持续好几个小时之后，还是会沾一点点呢，但是那也是正常，因为你会摩擦到嘛。可是基本上呢，它整个妆容呢都是保持的非常好的，因为它们是同一个品牌，成分都是几乎一样，所以不用怕混在一起会不会打架之类的。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Delva 的防晒素颜霜。这款防晒素颜霜呢是最近才新出的，它是属于新品哦。其实我也有买它的防晒霜，之后我会分享。它的质地就跟 One Lab 差不多，也是属于非常好推开、没有负担感的质地。然后它的保湿度也是非常好的，它的颜色跟 Explorer 的素颜霜差不多，也是有一点点蜜桃的颜色，提亮效果也是非常的自然，看起来气色也是会变好。我觉得它的质地是比较轻薄的，跟 Run Lab、Make Plan 都有点类似。它也是不粘口罩的，戴着口罩好几个小时之后呢，脱下来粘口罩的粉也是比较少的。我觉得它的效果跟结果都是跟 Run Lab 很接近的，但是我觉得它的素颜效果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淡，它的妆感的持久度跟 Clear 的素颜霜差不多，但是这款的素颜霜肤感是还不错的，而且它本身也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的防晒系数，它的成分也是素食配方的，成分上面呢也是添加很多的植物萃取保湿成分，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但是有添加精油的部分，所以呢它闻起来是有淡淡的精油香气的，所以比较敏感的皮肤或者是你敏感中的时候呢，我就比较不建议使用这一款素颜霜了，因为还是有部分的敏感肌对于一些精油会比较容易产生敏感的问题，所以这款素颜霜还是要注意一下。那我个人的敏感肌来说，目前用到它也不会有刺激感啦，但是只要我敏感中用它的防晒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刺激，但是也不至于敏感呢，因为它的防晒霜也是有添加精油的部分。我觉得皮肤发炎时候使用有精油添加的产品稍微会比较容易有一点点刺激感，但是皮肤正常的时候呢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你的肤况去使用。最后一款产品分享是 Dulce 的防晒素颜霜。这款防晒素颜霜本身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它是我今天分享到的防晒素颜霜里面最有颜色、最像粉底的，质地会比较浓一点点。它的颜色是肤色，但是呢稍微会偏深一点点，用在我皮肤上呢是刚好符合我的肤色，但是我觉得稍微深了一点点
我会希望会有一点点提亮的效果。如果皮肤比较白的朋友们就不太适合这个颜色了。我觉得它的遮瑕效果也是很不错，很明显的。它的粉体也算是比较细致、比较好推的，比起 Lemon 它的粉底会更加的细致。它的粉体的感觉是有一点粘度的，我觉得它抹开之后涂均匀了，整个皮肤的毛细孔啊跟肤质都会变得比较平整、比较平滑。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修饰毛孔、皮肤瑕疵的效果。最可惜的是，它是沾口罩的，还没测试它就已经是沾口罩了。戴着口罩测试超过1个小时之后拿下来，整个口罩都是素颜霜的颜色，就很明显的沾口罩。它是我今天分享到最沾口罩的一款素颜霜。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在 YouTube 里面居然有 YouTuber 说它是不沾口罩的。这个产品它的缺点就是沾口罩，但是它整体的成分、效果、使用感受都很好。这款素颜霜涂抹的时候有一点点药草的香气，我个人是蛮喜欢这种药草的味道的。它是没有添加香精、酒精跟精油的部分呢，所以它的香气是来自于成分里面的植物萃取。我觉得这个香味就是蔓越莓的香气，有一点点莓果的味道，加一点草本的香气。它的成分里面也是添加多种的植物萃取，有一些保湿的成分，也算是养肤型的素颜霜。其实我是蛮喜欢这一款防晒素颜霜的。它除了肤色比较深之外，还有沾口罩之外，最大问题是沾口罩，所以戴口罩的时候根本就不能用嘛，因为它是有一点厚度，有一点黏黏的，所以呢，油性肌肤可能会比较不太舒服，因为它的质地会比较厚一点点。但是呢，我戴口罩去使用它，并没有造成我掌心的痘痘啊、粉刺，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是好的。可能之后不用戴口罩的时候，我会用其他的湿底乳跟它混进来一起使用，应该它的妆效是不错的，可以把它当成是 BB 霜去使用。所以比起擦一般的粉底液，它还是有诱胜之处的。总而言之呢，今天分享的防晒素颜霜，我最推荐的是 Make 的防晒素颜霜。那这一款呢，就比较推荐给混合性皮肤到干性肌肤，特别是干性肌肤会很适合，而且它的质地比较轻薄，比较没有负担感。另外就是白桦树这款素颜霜了，这款素颜霜是所有肌肤都适合、都推荐的。另外推荐的是 Media 的这款 CP 值非常高，而且在台湾很容易就买到了。就算你在香港、新加坡啊，在哪里也好 ，Media 这个品牌也是比较容易好找的，价格也是非常划算，它也是属于所有肌肤都适合使用的。好，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哦。喜欢我这支影片的朋友们，请记得帮我按赞，还有别忘记分享、订阅、按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吧，拜拜。